我和我儿子遇到的玄学故事。王哥您好啊，PT 林，我终于鼓足勇气给您投稿啊，想说出发生在我和我儿子身上的真实故事，直奔主题吧。先说我，生于82年某某地啊，现在北京，属狗的啊，那跟我六合呀啊，我属兔的。小时候的时候，大概10来岁的时候，我的房间有一个和客厅相通的窗户，在这个窗户下放着一个沙发，沙发的高度略低于窗户啊。如果坐在沙发上呢，如果在我房间里边看呢，你最多就看到一个头啊。可是我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半夜醒来，总是发现一个人坐在客厅沙发的位置，从我的在床上的角度看呢，看着像是一个那个一寸照片的那种剪影啊，就是他整个胸口都在上面露着。也就是说，那个沙发的高度其实只能从床上看，只能大概就是露半拉头。但是他在他床上，小孩醒了，半夜看就是这沙发在这儿啊，沙发的上沿在这儿。那么也就是说，这个高度不应该能看到他的肩膀啊。我就躺着看，我也不敢动啊，看累了我就睡了。连续好多次出现这种情况啊，都是这种情况。有一次我壮着胆半夜坐起来，想换个角度看看是不是就不一样了。结果发现换个角度看还是这个样子，然后这个我就很害怕呀，一边害怕一边告诉自己，就算是有人来看我，也肯定是爱我的人，不是来害我的鬼啊。于是我就把这些事跟我爸说了，我爸坚定的说我是眼花了啊，从此这个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啊。小时候经常发生这种不了了之的事儿啊，大人给你的解释就是告诉你眼花了啊，他们说大人就不相信这世界还有别的空间啊，还有别的维度。第二个就是我40岁之前经常会做一些未来的预知梦啊，比如今天做的梦，在之后的几个月居然就会变成现实。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上中学啊，我曾经做了一个去同学家问作业的梦啊，不小心碰掉了他放在桌角的一摞书，我就赶紧给他捡起来摆好啊，结果在现实中啊严丝合缝的重现了啊。那预知梦可有意思，我们有一个教友预知梦自己参加葬礼啊，自己参加葬礼，在他妈的殡仪馆里边啊，摆着花圈啊，中间是个尸体，大家鞠躬啊什么的，还记得吧？那个，然后有个人在后边叫他名字，他一看是谁谁谁，他觉得特别晦气，结果没想到在不久的现实中真的发生，他真的去葬礼了。他当时他去葬礼之前没有想起这梦，因为他做完这梦他就忘了。进入到那个葬礼那个殡仪馆。那个灵堂之后，他忽然想起来了，因为灵堂的摆设一下子让他想起的梦里一模一样。这个时候他就想，不会这个时候有人背后叫我那名字是谁谁谁吧？谁谁谁准时准点在背后叫他。哎，你怎么也来了？赶紧给我写信呢！赶紧给我写信，老王啊！我操他妈，这我解释不了啊！这辈子我都解释不了这个事儿啊！然后给我写信啊，这就是预知梦嘛啊！结果严丝合缝的在现实中重现了。现实中去问作业，我都没意识到。因为他也是把梦忘了，直到那一摞书掉落在地上的瞬间，我想我当时就被定住了一样，发现怎么跟我梦一模一样做过的梦啊，真是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啊！之后全都莫名其妙的印证上了。后来长大后遇到老公啊，这种情况我也和我老公说了，他就是应付我，哼哼哈哈过去了，因为老公不信嘛。09年、10年的时候，有一天早晨，我跟我老公说，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你一定要记住啊，我今天跟你说我做了这个梦啊。然后结果在几个月后真的就应验了，我赶紧跟我老公说，你还记不记得我几个月之前跟你说过那个梦？你看现在是不是一模一样？他也一愣啊，说好像是有这回事啊。所以我也不知道这算什么啊，这算预知梦啊，这很常见的啊，在我们的频道里很常见的，大量的人类有这样的能力啊，当然这个比例还是很小啊，估计1/1000吧，但是那也不得了啊，我们30万观众有1/1000有这样的能力，几百号人，所以这个就是这样啊。我曾经就这件事情问过我的大舅啊，大舅说啊，书都读到哪儿去了啊？还信封建迷信啊？大舅是大舅是我们家族里边学历最高的啊，那就是一个无神论啊。可能是有这些我自己搞不定的事情吧，所以我从小呢就开始关注玄学，所以也认识了一些相关的朋友啊。关于朋友的事儿，我之后再跟您分享。先说我儿子吧，我和我儿子是同一天的生日啊，儿子1岁半之前啊，妈妈跟孩子同一天生的。儿子1岁半之前啊，我在老家带孩子，之后我就回北京上班工作了，每半个月回去看看孩子啊，是那种北漂啊，挺不容易的。这孩子放在家里，老人带着啊，具体时间记不清了。我回去看孩子的时候，晚上我陪孩子睡觉，孩子半夜会突然惊醒，
一个大人有时候都摁不住啊。我跟你讲过，我们家老大小时候也经常干这个啊，就是我睡梦中惊坐起啊，大人摁不住，乱叫啊，乱哭乱闹，然后过一会儿睡回去就好了，就是他灵魂没长干净啊，没长结实啊，有外灵入侵啊，不是他自己，那时候不是他自己，他都不知道。晚上我陪孩子睡觉啊，他会突然惊醒，大人摁都摁不住，我就很担心。我之前在老家，孩子晚上偶尔也会突然坐起来，然后往别处爬，拉回来或者抱一抱、拍一拍就没事了啊，从来没有这么大的反应，摁不住。我就跟我婆婆说，孩子晚上这样是不是做噩梦了啊？突然又蹬又踹，力气还这么大。婆婆说没事，每天都这样。你婆婆心够大的啊！我就很愤怒，孩子这么大的反应怎么会没事呢？啊，别说孩子，就是大人，如果每天都出现这种情况，能叫没事吗？我就赶紧把这事告诉老公啊。我老公就是个妈宝男，哎，就是听听，没有给任何的建议啊。那就是之后我就找理由让孩子来北京住一阵（括弧孩子4岁才接回北京），这个过程太曲折了，我拿离婚威胁我老公，才算把孩子接回了北京。这个就不说了，都是怨气啊。你老公看来是个不太成气候的人啊，没太出息的人啊。孩子接回后。我就带着孩子去医院看了，是不是身体上的问题？这个不是，查不出问题啊。我就想起我同事的老姨父会看事儿（括弧曾经参军的时候，有人传授给他这个看事的本领，但是要在他60岁以后才让他开堂看事啊。这位老头就把孩子带进屋里，拿一个小玻璃杯啊，类似二锅头的那种2两的小口杯，从老旧的布袋子里装了一小口杯的小米啊，小米漏了要啊，漏一个坑就是有啊。然后一个很有时代气息的方形手绢，用手绢把装满小米的口包上，口被翻转过来，口朝下，对着孩子的头顶，肚脐也行啊，头顶也行，绕了几圈，然后再把口杯翻转过来，拿掉手绢，口杯里的小米就下去半杯。哎，你看我懂吧？哎，老王懂吗？这是一个非常灵的啊驱鬼术啊，这长知识了啊，就是不一定是口杯啊，小碗也行啊，这是小容器。小米啊，记住啊，小米是最好的啊。然后用红布或者用手绢，总之包上，把它包紧啊，绷紧，皮筋绷上也行啊。倒过来，在孩子的头顶或者孩子的肚子上转。如果有鬼附体啊，有外灵入侵他，揭开下去大块啊，解释不了啊，因为他不应该下去，他就下去了啊。那老人家再把小米取满，再做同样的方式，无数次重复，再打开又少一点，每次都补一点，每次少的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，如此类推，做5、6次，直到小米不再少为止，没事了啊，没事。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行啊，必须有强大的灵力的人，这是专业人士啊。但是就是这么玩啊，就是这么玩，就是把它驱鬼啊。糯米也行，小米也行。老人说没事了，太晚了，就别在以后天晚了，太晚了，别带孩子出门了啊。孩子眼亮啊，是被吓着了啊，这个灵魂没长熟啊，他就是有阴阳眼。啊，所以回去之后，孩子那晚真的就是睡得特别踏实。之后偶尔会再有，但就很少了。后来再换工作，就没有联系前同事的老姨夫了。我现在也没明白那么多小米去哪了啊？那这都是这样，我也不知道去哪了，去另一个空间了吧？啊，他就是这样啊。这个小米是被鬼吃了，有人说对，就是反正就都是这样。这就是中国流传已久的啊，流传已久的驱鬼法啊。后来孩子上小学啊，有一天晚上我还没睡。就听孩子光着脚出屋了啊！我猜可能上厕所吧，想着上厕所你不能光着脚啊，家里是地砖是凉啊，于是我就跟着啊下床去看着孩子啊，就看见孩子缩在马桶上抱着腿，头埋在膝盖上直哆嗦，我就赶紧问孩子你怎么了？孩子抬脸的那一瞬间，我浑身都起鸡皮疙瘩，孩子一脸的惊恐啊，面无血色，手指着我身后斜上方的地方啊。回想这事儿的时候，我到现在身上还在起鸡皮疙瘩啊！我真是哆哆嗦嗦的往回头看啊，什么都没看到，但我还是被吓得不轻。我赶紧抱起孩子，抱我屋里，搂着孩子安抚他。孩子肉眼可见的身上慢慢放松，一点点睡去了。他这个时候半梦半醒，人在半梦半醒的时候特别容易附体和出体的，就是他的灵魂的灵力最强，肉身的压制能力最弱啊。肉身是压制灵魂的啊，肉身就像一个外壳一样，把人体灵魂包住，保护的同时也在限制他，不让他乱跑，不让他乱出去。所以你用肉眼看是看不见的，他是用灵魂啊，用他的天眼能看见。所以那个小孩当时半梦半醒的时候，哎，他就看见了，又吓着了。
我真是啊，这个就是赶紧把孩子抱回去床上了，然后拍拍，然后慢慢放松，一点点又睡着了。我可是一宿没睡啊，这好妈妈搂着他，感觉到他的弱小。白天我问他啊，第二天早上他问他，你昨天是不是自己在屋里睡着了吗？怎么跑到妈妈屋里了啊？你看到什么了啊？我想问问他能不能想起什么啊？他一脸无畏的时候说，我就是在妈妈这儿睡的呀。原来他都不记得了啊，我也就松了口气啊。就他半夜的时候他不记得。之后我也找人问了一下这个情况啊，说可能是屋子里有别的东西啊，这不是可能就是啊，你找个晚上去烧点纸，是谁给你出的主意在屋里烧纸啊？嘴里念叨把他们请走，或者商量别吓着孩子啊。好在也就这么一次，住了几年之后我们就搬家了啊，就是按老王教给你们的方法啊，放镜子啊，放符啊，就是那个请来的符，雷击木，念咒，破口大骂，或者用电吹风啊。好了，王叔你好，分享我的玄学经历啊。这位教友叫野望，王叔你好啊，我是来自东北辽宁沿海小城的孩子，今年31啊，去年翻墙，偶尔刷到您的视频，十分喜欢，尤其是对您讲的玄学是非常感兴趣的，因为你讲了很多北京的那个东北的那些大仙啊，我印象深刻，因为我的家乡啊出马仙就非常的多，就看到我的这些视频之后，集成了你们这方面的知识啊，积疑成悟嘛，最后就都明白了，防骗啊，因为这行业他妈骗子也很多。自我高中认识一位有出马仙的朋友开始，我就接触过很多我们这儿的出马仙。我的这位朋友会说所谓的上方语啊，我也听过啊，我真听过上方语啊，叽里呱啦的。我听不懂叽里呱啦的啊，但是每次跟他一起去寺庙，他都会跟其他出马仙用上方语交流啊，看着不像是演戏和瞎编的，不是，那是动物语，而且对方出马仙会有各种反应。比如有一次在地藏殿面前啊，一位女出马仙和我朋友对话啊，用上方语对话后便痛哭流涕啊，我感到十分神奇。我的这位朋友自称小白龙啊，那是个蛇啊，蛇精。据他所说，他身上是一位白龙仙啊，并且还有狐仙、黄大仙。他自己有堂口啊，他说他的堂口是奶奶留下来的。高中时光，我总与他去寺庙上香，并跟随他见各种出马仙儿。高中毕业后，我们便无联络。接下来我讲一些我自己的玄学经历。第一个经历啊，我高中时期因为舅舅车祸去世，母亲安排到寺庙和和尚做法事念经，接触到了地藏经啊，地藏经是念给死人的啊，我开始对佛法感兴趣。舅舅去世1个月内，我在家里看电视，多次通过余光看到有人在家里，并且梦到去世的舅舅带着其他人到我家问我，哎，你妈呢？啊，就找他姐啊，我问我妈妈去哪里了。第二个经历，2023年上海封控期间，我女友高烧不退，所以在家里念地藏经一定要谨慎啊，人地藏经招鬼。第二个经历，2023年上海封控期间，我女友高烧不退，查验也不是新冠，因为我有念经的习惯，于是我用手摸着她的额头，开始念诵大悲咒和心经，并祈求菩萨保佑。第二天，女友就恢复健康。女友说晚上做梦（括弧我女友晚上不做梦，基本不做梦啊），梦见自己在台阶上跪着，四面都是金光闪闪的佛像。啊，第三个我的神奇经历最神奇啊！22年，东航云南公司坠机那件事之前啊，飞机编号为 B1791，坠毁前1个月左右，我梦见在漆黑的夜里，右边是山峰，左侧是飞机跑道，随后一架飞机撞山爆炸。随后我梦里瞬间移动到了这架飞机内部，我坐在座位上问空姐啊，这架飞机编号是什么？空姐回答我 B1796。括号与东航坠毁的飞机的尾数只差1位，坠毁的那架 B1791啊。他在梦里问，空姐回答 B1796。随后我梦中惊醒啊，梦里的画面非常清晰。过后1个月，飞机坠毁，我查编号，一身冷汗。母亲与女友啊均震惊不已。括弧因为我做梦的时候告诉了女友和母亲，我把这事儿发布到微博，短时间内冲上热搜，被大量人谩骂啊。随后微博被封号，无神论很多啊，兄弟，你说实话，骂你的人更多啊。你永远想不到啊，人类的平均智商有多低。鬼压床的戏太多了，我现在已经不念了，因为鬼压床就那么几个事儿吧，就是鬼压床呀动不了了，然后要么在梦里很生气啊骂，要么在梦里念这个咒了啊，大阿妈咪 home， 妈尼 home 了，然后就总之就是这点事儿了啊。第四个大难不死的经历，2023年11月2号。括弧那天是阴历初1啊，我晚上驾车与爱人去杭州附近的山上看云海啊。出发的时候，我带上自己的枕头被子（括弧因为要在山顶上车内睡觉），还有筷子和碗，想着早晨在车里煮个方便面吃。
出发前啊，我拿着筷子碗，心里不舒服，觉得我好像回不来了。女友也是有点不想去，哎，有这种感觉啊，就别逞强啊。开车到半夜11点上山，在一个转弯处看到一只白色的像狐狸一样的动物冲着我的车就叫，我瞬间跟女友说：“你看，是一只狐狸。”女友没看到，她开车啊继续上山啊，是女友开车啊。随后下一个弯道，女友疏忽啊，左前轮撞胎爆炸。此刻是夜里12点20分啊，在山道上妈的撞着左前轮了啊，爆炸了。我随后呼叫拖车啊，拖车下山啊，这个车胎撞了啊，然后呢，这个于是打电话叫拖车公司啊，来半夜3更的来拖车。我女友劝我今晚别下山了啊，危险，盘山公路很难走啊，我执意下山啊，执意让拖车拖下去。在等拖车的时候，我与老友开玩笑说，会不会过一会儿啊，拖车上来，拖车也出事啊？因为这个山上到处都是坟墓啊，而且我还看到了狐狸啊，一定会有事儿发生啊。凌晨1点10分，拖车到了啊，拖我们下山。我和女友坐在车里（括弧拖车司机让的，就是让他和女友坐在自己车里啊）。随后，这个拖车司机真操蛋，想害死你们！这个在我们加拿大拖车里边是不能坐人的啊，就那个被拖的车里边是绝对不能坐人，人必须坐在前面那个车里。随后下山啊，速度越来越快，我感觉不妙。我没有绑安全带，女友绑了，我们一个在主驾驶，一个在副驾驶，瞬间我的车就飞起来了，滚入山下啊，连滚4、5圈，拖车也滚落山下啊，我从车里边飞到了后座啊，随后啊车停下来之后，随后啊爬出来查看女友无事啊，我们艰难的爬出车外，发现车辆损毁严重啊，给我附了图，我操，真的是他妈那个车撞成个饼了啊，我们艰难的爬上公路，车顶和车体合在一起了。我们艰难地爬上公路啊，发现拖车司机也爬出来了，他也无事儿。随后报警啊，去医院。第二天到现场，新的拖车把我们调出来啊，看到照片是触目惊心（括弧后面附图）。好在我们全身一点出血点都没有，非常神奇。第3天，我租车再次上山。我操，我操，你有点拧啊，你这人。就是你要我跟你说，活到大老王这岁数要碰这事儿，我绝对不再去那座山了啊！第3天，我租车再次上山，我非常好奇那山上到底有什么等着我啊！我操！再次到达看到狐狸的那个地方，这个时候突然出现3只一模一样的狗，拦在车前面一动不动，我瞬间冷汗直流，难道真有天意？但我还是坚持上山啊！上山后发觉，如果真的上去了，确实更加惊险。后续母亲找人算命，说有仙家保佑，一直在我身边保着我，不然非死即伤。我又找了一位会看星盘明事理的女士看，她早半年便说我是带着任务来的。我的星盘显示我与高维有深入的连接关系，非常适合修行，并且说类似的啊，说出了类似的话，说是我给上面办事的，并且也说有护法神在我身边保佑。以上是我的全部经历，其实还有很多细节没有讲，怕信太长影响您的心情，你可以给我写2次啊。分享到这里，感谢王叔阅读啊，期待您的点评，福寿绵长，野望教友啊，以后再有这种情况，你可千万不要硬闯了。你说这种情况，就是我告诉你啊，就是你活的时间长了之后，你这种情况就是告诉你上面你不能去，你这会儿非要去，你以为你不是 NPC 吗？啊，真的是你命大啊，狐狸拦你拦不住，他妈的这个女友拦你拦不住。啊，这个3只狗一模一样的狗，3个狗加3胞胎拦你还拦不住，我操！那你这，你从车上翻到山沟子里边，你还他妈的你还不信邪啊？你小心点啊！这山是有啥大秘宝吗？非得去？对呀，是有什么大神秘啊？天才地宝啊？去你找不着啊？那个好了，我啊，实话实说，我当年在中国的时候，30多岁的时候啊，我真不懂玄学。啊，那时候我不懂玄学，我只是有这方面的机缘啊，比如王林啊，什么王大师啊，这个我都是有机缘的啊，还有那个佛涛啊，这个我都认识，都是高人啊。但是我自己不懂啊。后来我是出国以后啊，慢慢潜心修炼修行啊，我才慢慢的开始正道的啊。这个所以你认识我的时候，我是真不是说没看出来我是真是无灵之人那时候啊，我的灵根是没有觉醒，那时候我是杂灵根啊，还没有觉醒。但是我的命那时候一个一个的赛，那真的是啊，哎，哈哈，是我儿子哈，我以为是我老婆来了。20多年以前，我年少无知，和女友（括弧就是现在的老婆夫人啊）有过2次堕胎啊，1次堕胎已经挺大的了，
当时的确时机不成熟，无法养育啊，也因为岁数小，不信因果报应，只能流产了事啊。每每想起，无比悔恨。婚后，我和夫人又有一双儿女在美国生活，但此事始终在我俩心里无法释怀。加之疫情3年后运势不佳，让我联想到此，总觉因果报应终归有，让我万分内疚。我2004年皈依密宗藏传佛教，属于心中有佛的居士啊，一直对堕胎一事啊，属于心中有佛的居士，一直对堕胎一事有忏悔之心，也想通过超度法事了此孽缘，可不知具体怎么做。你皈依藏传密宗，你可以用上师啊，否则你怎么皈依啊？我可以回家庙找上师做超度法会，但又觉得现世因果，道教好像更直接，所以不知道哪种更有效啊，都可以啊。愿我赎罪，让亡灵安息，盼您给指点一下。我个人也谈不上指点，就是你有没有感应啊？如果只是你心虚啊，那有可能就是做贼心虚啊，公安并没有发现你。这感应是很强的，比如说你现在的子女的身体健康啊，你现在的子女的状态。是不是有 ADHD 啊，或者是就是现在比较常见的一些毛病？如果有的话呢，可能是有业报啊；如果没有的话，很有可能就已经早就人家就轮回投胎去了。就是这个婴灵还在不在，这不一定的啊。你可以你要是真想了解，你可以找一些，你不是能回国吗？你回国你去找一看事的，北京就有出马仙，你看看有没有婴灵附体啊？没有，你别找骗子，骗子一定会说有的，你就找那个正儿八经那看事出马的。如果没有了，已经过去了，这事就过去了。如果有的话，那你无论是找庙佛寺还是找道场，都是一样的啊，都可以处理。就是超度嘛，还是找我目前还是国内外自由进出的状态。你说我是找上师做超度呢，还是找青城山道长做个法师呢？望不吝赐都可以啊，都可以，这没有区别的啊，你这没有区别。但是首先你要看看有没有，就你别瞎抄，你们抄空了，有可能的。啊，是按你这个描述的话，2004年之前发生的事儿，现在已经2026年了，20多年了，那应该是已经早就投胎了。说句不好听的，人家都可能结婚了，就是人家投胎做人都20多了，就长得都不要说打酱油了，都又结婚了都啊！真的是你还瞎超度个鸡巴，人家都当人了。好了，另有机会到洛村说一声啊，在洛杉矶哈，老友也好，教友也罢啊，我一定得请你喝一杯啊，喝一道叙叙旧。啊，可以啊，我最近就去啊。虽然我没有碰到过什么灵异事件，但我信因果，信善恶。我觉得这种事儿一定也会有很多人纠结啊，且给年轻人提个醒，不要欢乐一时，不计后果的懊悔一生。是的，那个好了，信因果，信善恶啊，这是人都有好报的，包括做生意，你一定要找那个信因果、信善恶的啊，千万要别找那些他妈不信因果的人合作。我觉得这种事啊，一定也会有很多人纠结啊。这个不要欢乐一时啊，不要堕胎。是的啊，祝一切都好，健康、安心、平安。